一个用布条包裹双眼、两只裤管空空的成年男子正静静仰躺在榻上，看不出半点生机。林将军，阳光透过窗格投射在地面上，谢母定睛发现床上的人动了动手指。林将军，你今日感觉怎么样？喉咙还疼吗？都好，谢夫人不必记挂。那我让后厨再给您煮一碗清淡的白粥，您再用一些，成吗？被唤作林将军的男人勉强支起个笑容。夫人有心了。哎，好，我这就叫他们去准备啊。谢夫人心头悬着的石头这才落了一大半，又问了一些他的身体状况，知晓无大碍，才放心地关门离开。一转身，谢妙游在身后用审视犀利的眼神盯着他。你要死啊，走路怎么都不出声的，快走走走，别叨扰人家休息。拽着女儿的手臂，把她拉到月洞门口。娘，你又来看他了。这些年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日晒雨淋，您都要看那个人。您这么关心他，哎，他不会就是那个我们没有见过面的爹吧？我打你个口不择言的东西！哎，打在儿身，疼在娘心的啊！不准你侮辱林将军，他可是咱们娘仨的救命恩人，没有人家，你早胎死腹中了。这么严重啊？娘，你快跟我说，快跟我说啊！当年呀，你父亲走得早，我带着你哥哥，肚子里还怀着你，日子本就艰难，靠织布维持生计。有一回，在迈步的路上遭了劫匪，那帮人穷凶极恶，拿刀子乱砍，幸好林将军路过救下了我。原来是这样。唉，当时我失血过多，差点落了胎。林将军喊了军营的大夫来，这才将你保住。后来呀，他又托人在西市给我弄了个摊位，后来也是运气好，小摊位做到了大店面，这才拼出了一份家业来。娘，我不知道你那么不容易，你以后骂我，我再也不回嘴了。不哭不哭，哎呀，你鼻涕往哪儿抹呢？我这可是香云段，很难洗的。那林将军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按理说，一个为民的好将军不会落到这般下场啊。我是小天道，逍遥又霸道，杀鸡要眨眼，吃肉要放盐，一口7、8只，吃完还是饿，再来吃点啥？谁来支个招？让我看看啊，还好子涵姐姐给了我这个做炸鸡的秘诀。几年前呐，布庄的伙计回家，经过乱葬岗时，发现了林将军。当时他双腿被人锯断，双眼被挖空，全身都是伤，连大夫都说回天乏术了。那您又是怎么把他救过来的呢？上天给我报恩的机会，我又岂能不珍惜？我当时到处打听，终于在平州找到了一位神医，又置办了不少名贵药材，这才抢回来林将军一条命啊！哦，那林将军的家人呢？唉，我只知道他姓林，却不知他的身世，无法找到他的家人。等他苏醒过来再问，他却说不记得了。无妨，许是老天许我继续偿还恩情，将来我死了，你跟你哥哥就替我照顾他，咱们谢家人一定要照顾林将军到寿终正寝。娘，你放心，以后林将军的3餐由我亲自来喂。你算了吧，你粗手粗脚的，我怕你伤着人家。我也没那么笨吧？反正你跟你哥都不聪明，你哥那是运气好，遇到个不嫌他的常宇，你呀，嘿嘿。哥，原本心事重重的他，心事更重重了。少友，母亲。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我功课还没做，我先走了哈。先把鸡肉洗净，
我这个就洗得挺干净的，再切成块儿。多大的块儿呢？这样应该可以了吧？接下来用生抽，生抽是什么？生抽哦！圆圆找来一根棍子，在肉上使劲抽打。嘿呦嘿呦嘿呦，这下应该抽得差不多了吧？嘿呦嘿呦嘿呦，这下应该抽得差不多了吧？圆圆，这只鸡是翻天条了吗？它都被剁成块了，还得被鞭尸。这个你不懂，我在做炸鸡呢，马上就好了。我跟你说，这个就简直就好吃到你都不敢想象。炸鸡？有这么炸的吗？我以为我哥已经够离谱了，没想到除了凤雏，这儿还有卧龙呢。谢谢妙友姐姐夸奖，我还要继续努力。让我看看下一步是淀粉若干，鸡蛋液若干，那是多少啊？算了，反正多放一点，肯定不会错的。然后再裹上面包糠，这面包糠又是个什么呢？妙友姐姐，你知道吗？没听过。不过我家猪圈里有玉米面糠，这糠跟糠应该都差不多吧？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什么糠不是糠呢？是吧？那我带你去猪圈找。娘，你说李承熙长那么帅，又是状元，我连举人都考不上，你说小雨会不会嫌弃我啊？儿子呀，你别灰心呐，娘就觉得你比他李承熙好上千倍万倍。谢少游心头一喜。那我都有哪些好处啊？那可多了去了。你看呐，你虽然资质愚笨，考不上举人，但是你心地善良啊。好吧，那除了这个还有没呀？虽然你长得不好看，还有点黑，但是你勤劳朴实啊。虽然你做的饭难以下咽，但是你很有勇气呀。娘，我还是不是您亲生的啊？你当然是娘亲生的呀。在娘的眼里呢，纵使旁人千好万好，也不及你分好。就像在你眼里，那些莺莺燕燕也比不上常宇一样。娘觉得常宇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你喜欢做饭，常宇喜欢吃你做的饭。常宇他能说会道，你又善于接茬儿，这就很般配啊。娘希望你们俩能永远这样和和睦睦，白头到老。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这次我要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看谁还说我做的饭是黑暗料理。怎么又做成黑色的了？又成了黑暗料理了。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女伙夫呀？这是哪里？里面好像有人。何人？圆圆走近细细观察，一眼就发现了男人腿部的被褥是瘪的。小姑娘，你是迷路了吗？圆圆刚想点头，又想到他是看不到的。我迷路了，就走到这里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走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呀？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明明就记得很清楚。那你不肯说，我就只好自己看了哦。圆圆清澈的眼睛有异彩流转，下一瞬，她的神情变得呆滞凝重。她居然跟淑颖姐姐有亲缘线。她跟娘亲还有娘亲的娘亲也有亲缘线。圆圆眼神木然。那她不就是5年前那个战死沙场的林丽萍吗？也就是我的。
舅舅！啊！他不理解这个小姑娘为何忽然乱认亲戚。林疏影是我姐姐，宁锦云是我义母。我还有2个哥哥，林书义跟林书言，还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外祖母赵泽清。林丽萍一直安静地听着，颤抖的嘴唇出卖了她此刻异常激动的情绪，心跳声陡然加快变大，右手用力攥着拳，差点抓破粗糙的掌心。你不是丢过一个妹妹吗？那个妹妹就是我义母宁锦云，她现在已经跟外祖母相认了，她现在的名字叫林月阳。怎么可能？我是在做梦吧？还是说如今发生的一切只是幻境？我的弟媳竟然是我的亲妹妹？不可能！林丽萍瞬间平复如狂风肆虐的情绪，语气在顷刻间转为平静。我不认识你说的人。舅舅不相信我说的话。只凭一个小姑娘口头上的话，无法让她相信。他认出我了，还认识我的家人。是傅良派来的奸细，要伤害我的亲人吗？傅良军已经突破大昭的城防了吗？不会。摄政王骁勇善战，他在，大昭就一定在。对，我要做的就是提防所有陌生人。好像还把我当成敌国的奸细了。不过也是啊，那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告诉你认识你家里的人，你也不会信的。更何况舅舅还是将军，戒备心本来就很强。那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对，我还能让淑英姐姐来接你的哟。看见林丽萍下意识地攥紧拳头，圆圆赶紧解释：当然不是把淑英姐姐绑过来的那种接你，你看我那么单纯，那么可爱，你看不见啊。就反正我肯定不会伤害淑英姐姐的。怎么感觉越解释越乱了呢？圆圆翻遍屋子，终于找到了纸笔，她在纸上洋洋洒洒写了一页。写完后拿起信纸欣赏许久，满意的点点头，曲起小拇指放到唇边吹了声口哨，清亮的鹰鸣声传来，高大威猛的鹰隼落到圆圆面前。旺财，把这个回京城交给爹爹哟，我刚刚可不是在给福良传信哦。怎么感觉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呢？算了，反正信不信随你，腿都没了又不能跑。淑英姐姐跟娘亲要是知道舅舅没死还活着，肯定会非常高兴的。哎呀，我怎么那么厉害呀？只是跟城西先生来平州玩玩，我就找到了舅舅，我的运气真是不是一般的好。舅舅，你要好好的，你身体的残缺，我可以帮你治的。林丽萍只觉得圆圆是在愚弄她，她被挖掉的眼球和被砍断的双腿如何治愈？这辈子都只能是个残废了。她甚至希望圆圆真如她所想，是浮梁奸细，能让疏影来此只是她的谎言。她并不希望家人看见她如今的样子。父是什么？可能是我，应该是爹字太难了。我在。平圈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是平洞？应该是平州，州比较难。找到。舅舅是什么？叫叔什么姐姐来？应该是林疏影。舅舅林疏影，莫非是林丽萍？哈哈，我女儿字写得不错，特别是这个来字，女儿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来人，把这幅书法装裱起来，挂在我的书房，再传林疏影。圆圆忍不住跟他分享八卦。大乌龟林立文，他不是你的亲弟弟哦，是宋小娘跟其他人的孩子。他已经被赶出林家，也不是永定侯了。而且他现在全身都烧伤了，比死了还痛苦呢。林丽萍依旧提防着圆圆，一声不吭。她从前确实觉得林立文心里好像存着很多事，
不似父亲那般坦荡。这宋小娘欺骗林家上下，实在可恶。可林立文的妻子宁氏，宁景云，真的是我的妹妹。我的确在宁氏身上感受过一股亲近之感。他常年征战在外，同家人聚少离多，无暇细想这种异样的感觉。若宁氏真是他妹妹便好了，知晓妹妹已平安健康的长大，他便放心了。圆圆絮絮叨叨跟林丽萍说了许多事儿，但就是没有说江楚真的。林丽萍思索良久，终于还是开口：那楚真过得如何了呢？有点怕舅舅气急攻心，抓耳挠腮的想了半天。这个就是我跟娘亲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不过我看评论区的小伙伴们，人人都说她是那个什么花，白莲花，还说她清风霁月，然后人淡如菊什么的。评论区是什么地方？人人都说他已经这样有名气了吗？是挺出名的，都人人喊打了，能不出名吗？白莲高洁，菊花淡雅，那定是称赞他品行高洁。林丽萍嘴角露出笑容。民女林疏影参见摄政王殿下，不知摄政王殿下唤民女来有何要事？圆圆从平州传信说，有你父亲的消息，希望你亲自去一趟。什么？父亲？我看看。这些字太难了。他彻底呆住了，还以为自己在做一个虚幻的梦。毕竟父亲已经死去了5年。我在平州找到舅舅，叫疏影姐姐来。圆圆。虽然他不清楚圆圆明明没见过父亲，却为何认出了他。不管怎么样，我先去平州看看，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也要紧紧握住。因为不能确定，所以他没将此事告诉祖母和姑母，只说亲自去平州做交易。这一定是真的，圆圆一定没认错，一定是这样，千万要是真的呀。其实他也想过，当年没有找到父亲的遗骸，会不会是父亲还没死？但他不敢深思，每每想到都会心痛难耐。说是父亲真的还活着，我保证把天下最厉害的厨子都请来给圆圆做好吃的。哇！等林疏影的几日，圆圆每天都来找林丽萍说话。谢母发现了端倪。圆圆姑娘，你是不是认识林将军，认识他的家人？对啊，他是我舅舅。真的？没想到竟那么巧，你竟是林将军的外甥女。也就是说，林将军的血亲都还在世，对吗？他一直遗憾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替恩人找到亲人，没想到恩人的亲眷竟如此巧合来了谢家。是的，我舅舅还有亲女儿、亲娘和亲妹妹呢。圆圆一一说给谢夫人。真好，谢夫人的眼眶逐渐湿润。那林将军的家人何时来接他？林将军离家多年，想必十分想念家人。旺财都已经离开3天了，疏影姐姐应该快到平州了吧？下了朝的李承熙早早出城等候，二人相见后顾不得续相思之苦，马不停蹄赶往谢府。疏影姐姐，圆圆，你说见到了我的父亲？他连续几日赶路，眼下的青黑很深，神情却异常兴奋。是不是真的？跟我来。姐姐，你是不是腿疼呀？没有，我只是有点紧张。快点，快来看你爹爹。圆圆没有留给他过多的思考时间，一把把林疏影拉了进来。林疏影猝不及防就看到了厢房里躺着的男人，滚烫的泪水瞬间涌出来。父亲，小心！父亲！林疏影带着哽咽的轻唤灌进林丽萍耳朵，林丽萍的身体瞬间一僵。
他全都看到了，父亲的双眼和双腿都没了。我就知道，父亲若不是到万不得已，断不会瞒着家里人他还活着的事实。你究竟受了多少苦啊？对不起，对不起，爹，对不起，是女儿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爹，你是不是很疼啊？林丽萍仿佛被人抽走了灵魂一般凝滞了，她静静听着女儿的哭声，像女儿还小的时候安慰她那般。不疼，爹没事，没事。终于相认了，这下我是浮梁奸细的嫌疑也应该消除了吧？我愿此生从此分明了呀！林疏影哭了许久，两只眼睛都肿成了核桃。对了，这位是李承熙，是女儿的未婚夫婿，是前些日子祖母做主定下的。林将军在上，请受李承熙一拜。快起来。对了，之前你母亲不是同齐家？那个齐子明是个大坏蛋，用淑影姐姐的钱花天酒地，然后还辜负了淑影姐姐，早都娶了别人了呢。然后他还抄袭承熙父子的文章，他现在都已经臭名昭著了呢。他现在都已经臭名昭著了呢。原来是这样，想不到齐子明竟然是这样的人。对呀，哪里比得上承熙夫子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然后他还3元及第，中了状元，现在是平州通判。更要紧的是，对淑影姐姐好得不得了。过奖了。真是个好孩子啊，淑影，父亲替你高兴。此次只有女儿来找您，祖母和姑母尚不知晓。对了，姑母，您的弟媳，女儿的叔母，其实就是祖父祖母丢失的小女儿。姑母已然和祖母相认了。林丽萍直到此时才发觉圆圆所言都是真的，也愧疚于自己误会了那个小女孩。她很久没有这么发自内心的高兴过了。林疏影粗略地跟李丽萍说了一些5年来家中发生的事情。舒毅已经能独当一面了，领军打仗了。舒言连续中了举人和贡士，真的很聪明。林丽萍一直静静听着，露出欣慰的笑容。你母亲呢？圆圆姑娘说了一些，但我听得不是很明白。话声戛然而止，陷入诡异的沉默。林疏影强行转移了话题。父亲，姑母她如今已是皇商了。还有圆圆，就是帮我传信的那个小姑娘，她是姑母收养的义女，实则是摄政王殿下的独女，无数次救林家于危难之中，包括舒毅的腿也是她治好的。这倒是有些意外。他上健全时在战场上与摄政王配合多次，十分佩服摄政王殿下，竟没想到他会有女儿。他想到看似淡漠无情的王爷哄女孩的模样，嘴角露出了笑容。小小一位孩童，竟能治好舒毅的双腿，或许他之前所言我的断腿能治好不是谎话。浅思了片刻，林丽萍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测。小姑娘或许是医术了得，才能治愈舒毅，但我的双腿已经没了，再厉害的神医也无济于事吧。多亏圆圆将您的讯息非损传书告知我，我成了她不少的恩情呢。林丽萍等他说完，无奈的叹气。疏影，将你母亲如今境遇告诉我，不要撒谎，我想听实话。圆圆说的云里雾里，疏影又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定是将楚真出了事。淑影姐姐，你说不出口的话，我来说好了。你也不能一辈子瞒着舅舅，他早晚都要知道的。语气怎得如此凝重？难道楚真真的出了大事？你一个小丫头，还是我来讲吧。父亲，
母亲在您最后一次出征之时，就已经和叔父有了。私情二字，他有些难以启齿。总之，母亲已自愿离开永定侯府，成了林丽文的妾室。寂静短暂的蔓延后，他听到林丽萍问：“那她如今过得幸福吗？”林疏影诧异地看向林丽萍，林丽萍脸上没有他所想的崩溃与怨恨。林丽文对她好吗？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父亲只想知道林丽文对母亲好不好。那怎么可能对她好呢？大乌龟喜欢的只是舅舅的妻子的这个身份，他就是想跟舅舅争，那争赢以后自然就不在乎啦。而且江氏跟林丽文的女儿都比我还大呢。听到圆圆提及林书瑶，林疏影长长的结语微颤：“对不起，父亲，我置办了一套宅子，养着那个孩子，准备将他抚养长大，求您原谅。”林书瑶也至多能活到周岁15及笄。你是自由的，不必寻求我的原谅，听从你自己的内心便好。他不可能会像对待疏影那般对那个孩子，但终究也不是孩子的错。分开住是最合适不过的办法。林疏影索性将事情一股脑全说给林丽萍听。母亲她现在并不好，她传染了花柳病，但我不想帮她治病，她便一直待在林丽文那里。太师和太师夫人呢？林疏影眼中酸涩泛滥。外祖母离世，外祖父已和母亲断绝关系。他缓缓将母亲不肯见外祖母最后一面的事情如数告知林丽萍。所以外祖父对母亲有恨。林丽萍神经绞痛，健全的那只手不自觉地攥紧拳头。5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他没想到5年楚真的变化会这样大。其实他想到过楚真会改嫁，在知道他选择的是林丽文后，也并不想责怪，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抱歉，疏影，这几年你一定很无助。若他有希望继续活下去，定要把全部关心倾注在女儿身上。疏影肯定很需要父亲的关爱，还有母亲和妹妹。带我回家吧。林疏影抵达谢家的第2日，有队人马也低调地出现在了平州城内。这只猪明明就是我的，瞎说，明明就是我家的。这只猪明明就是我从谢家玩的时候谢夫人送给我的。胡说，我家老母猪刚生了一窝小猪崽，这分明就是我家的。我的，我家的，我的，我家的。哼，那你说是你家的猪，那你叫他答应吗？你是不是傻呀？猪怎么可能说人话？猪怎么可能会答应啊？怎么不会呢？小猪很聪明的。嘿嘿，我看你是傻了吧？那有本事你叫他，你让他答应啊！嘿嘿，哼，叫就叫，闪电闪电，告诉他你是谁的猪。还闪电，我还追风呢！闪电，追风是狗，闪电才是猪。小男孩只觉得遇到了傻子，得意洋洋地等着看圆圆出丑。没想到那小猪发出了郑重的声音：“我是圆圆小姑娘的，才不是你的！你个蠢猪，大骗子！哼哼，我是在做梦吗？我居然看到了一头猪说人话！咦，我看到了一头猪说人话。嘿，你没见过的事情还多着呢。看来你不光蠢，还胆子小。边儿去吧，你个熊孩子！爹，这里有头猪，它凶我！对，抢不赢就抢不赢，还叫帮手，真没出息。哎，那个小姑娘怎么那么像圆圆？哎，她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喂，这个叔叔长得好可怕呀！袁彻正欲上前，被崔若直按住了手。别急，
兄弟们都在这儿呢，出不了事儿的。焦屠夫以为儿子说的是圆圆，就是你这个肥猪凶我儿子的。不是他，是他抢了他，然后他骂我。儿子别急，慢慢说，有爹给你做主呢，甭怕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闪电问你呢，说啊。闪电仗着小天道在跟前，越发肆无忌惮了起来。对呀，是我骂的，那又怎么样？真是猪爹猪娃，父子俩一样笨。真是猪爹猪娃，父子俩一样笨。你个死肥猪，你居然敢嘲笑老子！看老子不宰了你做猪头肉啊！虽没听到所谓小猪说人话，但从圆圆不经意流转的狡黠的目光，约莫判断出来，这波吃亏的不是圆圆。我可告诉你，我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哼！爹爹，我好想你。爹爹也想圆圆。小男孩没想到圆圆也有帮手，而且他的帮手看起来比自己的要威武霸气得多。你女儿欺负人，她蛮横无理，抢走我的猪，还让猪骂我。是啊，你怎么教育的孩子？男人原本嚣张的语气在袁彻面前弱下了许多。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渐渐此时距离他的眼球不过分毫，再往前进1寸就会刺穿他的脑子。方才发生何事？他的女儿绝对不会没来由抢旁人的东西。就是他抢我的猪。那明明是我家的猪，我们家翠花刚下了一窝猪崽。这明明就是谢夫人送给我的小猪，而且谢夫人说了，他们家所有的小猪都是黑脑袋白肚肚，然后头上还有一个小尖尖。不信你去谢家看，所有的猪都是这样的。反正我爹说了，平洲的猪都是我家的，我们家上边有人。袁彻举剑的手特别稳，半晌未动。男人吓得都快尿裤子了，生怕自己小命不保。快给这位小姑娘道歉，别说了。大侠，小孩子不懂事，听见了没？让你道歉呐，不然你老子的命都没了。小男孩不服气地撅着嘴，做了会儿思想斗争，才不情不愿地道歉。好吧，对不起啊。不接受。这样的才接受呢。爹爹，你怎么来平州啦？接丽萍将军回京城。再去拜访你的养父母。我也想着去看他们呢，就是这几天好吃的太多了，就吃着就忘了。我是小天道，逍遥又霸道，接舅舅回家，娘亲把我夸。天哪，林将军竟是侯爵府的人，开国功臣的后代，可他居然也那么平易近人。多谢谢夫人，多谢您救了我的父亲，这是谢礼。这我不能收，我救林将军是为了报恩，若还收了谢礼，我岂能安心呐？那好吧。随后又在圆圆耳边低语，拜托他把匣子放到谢家的账房里。交给我好了。哎呀，不好！圆圆，你怎么了？我得赶紧去吃一些好吃的，再不吃都来不及了。一行人为了等圆圆尝遍所有的美食，特意在客栈里多待了1天。丽萍将军，我们都以为你在北凉坡之战中牺牲了，为何几年后又会出现在平州的乱葬岗？袁彻和崔若直都到了谢府，同林丽萍叙完旧。崔若直问出了自己思虑多时的疑惑。此时屋内只有他们3人。我当时并未断气，父亲帮我挡下了致命一击。傅良军检查得极其细致，发现我还存有气息，将我带回了傅良国。被俘虏的那半年对林丽萍来说简直是噩梦，事已如今回想，说的较为艰难。我再说一遍，
我要你们大招的城防图，你画还是不画？你做梦！不愧是大招的伏波将军，骨头果然硬。来人，将他腿上的肉每日削下来一片给我。至于是每日的哪个时辰削，看我心情。那段时日，他每日想的都是处刑人会什么时候到，精神都变得恍惚。回殿下，他还是不肯招。无妨，我有的是法子。他们在林丽萍腿上的肉只剩下稀稀拉拉一点儿挂在白骨上后，就在数九寒天把它扔在雪地里冻了整整1日，等骨头结冰了，再用铁锤把他的骨头敲碎。嘿嘿，殿下，这林将军的骨头也不怎么硬呀，轻轻一敲，就碎了。嘿嘿。浮梁人还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他，既然林将军说不出我想听的，那么我就说点你想听的吧。你知道你的家人是如何为你举行葬礼的吗？那哭的是一个撕心裂肺呢。没人知道你活着，自然没人会来救你。你已经被大招抛弃了。若是你现在服个软儿，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我们浮梁兴许还能赏你口饭吃。滚！你居然敢瞪我！来人，给我把引蛇散放进他的眼睛里。他们在他的眼球里撒吸引蛇的药粉，放蛇钻过去啃食。就这样，他们乐此不疲地折磨了林丽萍半年。明天他要是还不招，就把他的脑袋塞进油锅里给我炸。哎，得嘞。可到了第2日，殿下，那个林丽萍，她已经没气儿了。死了？没用的东西，扔到后山去。这样的人只配喂狗。可小兵并没有按照命令把他丢到后山。丽萍将军，咱到大招的地界了，您安全了。你是？您不认识我，小的还未收编进军队时差点饿死，是您给了小的一块饼，小的才活了下来。这些日子，小的一直在想办法把您救出来。总算有一回，我休沐回家，找人买了假死药，怕您怀疑，便没跟您商量，偷偷下进了您的饭里。多谢。将军不必谢我，您是好人，本就不该命绝于此。林丽萍的经历触动了在场的2人，光听讲述都能感到那种痛苦和绝望。这半年，她是以何种坚强的意志挺过来的？英明神武的浮梁女帝，不是说绝对不会虐待任何一个俘虏吗？这算怎么一回事？完全不把大招放在眼里是吗？女帝并不知晓，我被俘虏那时，正值浮梁献帝驾崩，公主继位，百废待兴之时，而当时负责套我话的浮梁将军，则都听命于新帝的侄女浮梁皇太女灵缇。灵缇性子残暴，无恶不作，落到他手里的大招人，活得会比死还痛苦。我会杀了他。低沉的承诺落进林丽萍耳里。多谢摄政王殿下。弱智叔叔，你要去哪里呀？圆圆，你怎么在这儿？是不是要偷跑出去吃好吃的呀？不是弱智，赵子涵都教了你些什么呢？我叫崔弱智，弱智。好的，弱智叔叔。我爹娘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个名字呀？叫崔芷若也比崔弱智强吧？而圆圆在意的显然不是他的名字。那你要去偷吃东西的话，你得带上我。我不是偷东西吃啊，我是去找乐子。崔若直说完，突然起了玩心。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不喜欢玩乐子，我就想吃肉肉。这个简单，你想吃的哪儿都有，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你爹知道，要不然叔小命可不保了。没问题。金方碗。
随后失望地瘪嘴。不是说带我去吃肉吗？为什么要来卖碗的地方呢？什么金方碗？那叫琼芳苑。扑面而来浓郁的花香味儿，熏得圆圆打了好几个喷嚏，脑袋都晕乎乎的。哟，这位客官，您这是？给这孩子准备你们这儿最好的饭菜，选个安静点的包间让他吃。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不是吧？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哎呦，乖奶奶，吃不吃牛乳糕呀？来，姨娘抱啊！老鸨兴高采烈地接过圆圆，爱不释手般边哄边晃，抱着她去了包间。真好吃！这个卖碗的地方，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来，宝宝，尝尝这个桂花糯米藕，这个荔枝冻也好吃得很。好，嘿嘿。乖奶奶，饭会不会少了呀？会不会吃不饱的呀？哦呦，怎么了？爷爷说错话了是不是呀？你是第一个会问我会不会吃饱的人。你人真好。我要用我毕生的饭量来报答你。为了报答宝儿，圆圆把群芳苑所有的存粮都吃光了。爹，我跟你说哦，崔叔叔带我去了金方碗，就是里面有好多好多漂亮的小姐姐呢，她们都好喜欢我呢。你看这里还有这里，嘿嘿。孩子开心是好事，但该罚的还是要罚。去外面倒立3个时辰。属下得令。天气回暖，今儿是个大晴天。崔若直在客栈外倒立，眼前突然出现一只倒立的圆圆，他用斥责的目光盯着崔若直。你不是好人，我已经知道那个什么金碗就根本就不是吃饭的地方，也不是卖碗的地方。若直叔叔，你一点都不正经。他方才旁敲侧击地去问竹照，竹照没什么心眼儿，把群芳苑做的行当告诉了圆圆。我又不是去干那个的，我是有事儿。有瓜吃。什么事呀？崔若直不吱声了。到底什么事嘛？若直叔叔，你告诉我嘛。圆圆脸都凑到崔若直面前了，差点贴上去。崔若直扯扯嘴角，无视圆圆，专心倒立。圆圆坚持不懈地磨了他2个时辰。崔若直的嘴巴跟沾了浆糊一样，始终不肯说，都把圆圆磨饿了，进门找圆车要吃的。小主子真是太难缠了。他去群芳苑是为了找沦为官妓的好友，好友被家族拖累入了贱籍，他想救他出火坑，被拒绝了，难免落寞。我是来救舅舅的。舅？你是说？我可以治好舅舅的腿，还有眼睛。林丽萍原本正静静地听着姐妹俩说话，听到圆圆的话后，错愕地微微张嘴，呼吸渐渐加快。圆圆，你真的能治好父亲吗？我从来都不骗人的，只有小狗狗才骗人呢。可半月前家中采购的栗子酥，一夜之间全都没了。你骗我说只吃了2颗，结果呢，从你房里搜出了2盒。之前是骗过人，但是这次我肯定没有骗人。再说了，为了好吃的骗人，只是善意的谎言而已。不对呀，我是来救人的，为什么还要解释呢？那你不相信，那算了。对不起，我只是太惊讶了，毕竟父亲的腿，求求圆圆原谅，若能治好父亲，要我做什么都可以。那你说真的哦？林淑颖眼神非常真诚。那我会狠狠地压榨你哦，还要剥夺你的自由的那种哦。林丽萍闻言紧张地屏住呼吸。若是为了我女儿得出卖尊严，我宁愿一辈子都当一个废人。你提出任何要求，我都接受。很好，我要淑颖姐姐
去摄政王府，每天3顿都给我做糖醋排骨，一直到我吃腻为止。啊，你想吃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啊。好哎，你们让一让哦。嘿，嘿！林丽萍大腿下方原本空荡荡的地方越来越滚烫，还能清晰感觉到血管往下盘旋涌动。她急促的呼吸，心如擂鼓，试探地抬起本是光秃秃的2条腿，膝盖还有小腿和脚掌，这些部位都跟着她动起来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我的双腿回来了。喜之下，他忽略了眼眶发生的改变，只感觉眼周一凉。等等，果真摸到了2个圆溜溜的物体，正好好的镶嵌在眼眶里。他的双手开始止不住发抖。他已经做好了与黑暗相伴一生的准备，没想到还有重见光明的一天。我能看见了，我真的能看见了。谢谢，真的谢谢。圆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谢谢你治好我的父亲，也谢谢你告诉我齐子明的真实面目。你对我们父女有大恩，就算你要了我这条命，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我要你的命做什么呢？你又不能吃。养成恩人旧事，感激涕零，定当厚报。圆圆身为天道，受了不少信徒的跪拜，对这些早已麻木。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淑英姐姐，你不要忘了你答应我的哟。你想吃多少吃多少，我保证随叫随到。这还差不多。我怎么感觉我又饿了呢？去看爹爹那里有没有好吃的。天雷滚滚，你怕不怕？劈得他浑身掉渣渣。来到凡间我笑哈哈，帮人改命我顶呱呱。圆圆张嘴半晌都没有吃到东西。适当控制食量。不要！刚认识的时候你就说小孩子吃多一点就很正常，现在熟了要我控制食量，你肯定就是嫌我胖唧唧的。爹爹怎么会嫌弃圆圆？我才吃了1包核桃呢，爹爹你就忍心看我饿死吗？哈哈，此种死法对你而言很难。爹爹是个大坏蛋，明明就还有2包核桃呢。袁彻不为所动，静静看着他打滚。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不管，就要吃就要吃。那再吃一点点，剩下的休息一会儿再吃。果然爹爹对我的撒娇大法也无可奈何。淑英，路上小心，有什么事就传信告诉我。你自己也多加小心。等我回来。城西先生，你要努力升官，然后回京城哦。你还要教我练字呢。好，我一定努力。话说，小主子的字儿的确不太行。上回收到小主的飞隼传书，我跟毕方辨认了半天都没认出来，交给王爷，王爷才认出来。你们不要以为我听不见，我的耳朵可灵着呢。在下知错，在下知错。圆圆天赋异禀，救治丽萍将军这件事，知情人虽然不多，但还是吩咐下去，让所有人闭紧嘴巴。得令。林丽萍盯着自己健全的双腿，怎么都移不开眼。圆圆究竟是哪位高人，竟能凭空恢复我的双眼和双腿？这真的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吗？林疏影一时满头雾水。圆圆她却非常人，她甚至能看见一个人的将来，与她所说准确无误。圆圆再次睁开眼，直直看见漆黑的夜幕，明亮的星辰，周围格外寂静，只有哒哒的马蹄声。爹爹，朱照叔叔他们呢？他们先回京城，我们去桃源县。桃源县，林家村就在桃源县。终于能去看爹爹和娘亲了。娘亲看到我比离开家之前还胖了，肯定很高兴。她最喜欢看我胖胖的了。令人欣喜若狂。哈哈，爹爹没有嫌你胖。真的
吗？我不信。真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林家村禁言了，不能通行，你们绕道吧。为什么不能进村呀？发生什么事了呀？小姑娘家家的，别问那么多，反正就是不能进。圆圆生怕养父养母遇到危险，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袁彻静静等着女儿发挥。林家村有瘟疫盛行，不让你们进去是为了你们好。我应该早一点算到的，都怪我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注意到爹爹娘亲的命盘。我应该早点回来化解这场劫难的。袁彻正想纵马越过官兵，就看见了巨马旁摆放的木材和火油。你们打算火烧林家村？官兵本不想解答无关人员的问题，但袁彻漆黑的眼睛一沉，在他没意识到的时候，就自然恭恭敬敬地答了他的话。疫病传播速度太快，前天才发现第一个病人，今儿就有大半村民都出现了症状。县令下令将染病的村民聚在一块儿，烧了了事儿。县令呢？县令早在疫病爆发时就带着大夫进入林家村，昨日已不幸染病，传信命属下不必顾及他，一并烧了便好。爹爹，快些带我进村，我有办法。袁彻看了官兵们一眼，只一眼就害得他们猛地定在原地，不敢再阻拦，策马扬鞭冲破巨马。两旁全是皮肤溃烂的村民，有的躺在地上安然等死，有的跪地祈求上苍饶命，有的母亲紧紧抱着孩子。林爷爷和林奶奶，他们的儿子刚娶媳妇儿还不满1年呢，没有孙子，所以对我特别好，总是偷偷再给我鸡蛋跟大米。爹爹，圆圆，快走快走，你也会染上的，快走啊！先别急，圆圆并非常人，无碍。在知晓圆圆治愈了林丽萍以后，袁彻就多多少少猜到了一些，提出疑惑后也得到了圆圆肯定的回答，不然他绝对不会带着圆圆进入林家村。林父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再拼命将圆圆往外推。娘亲怎么样了？娘亲是不是要生弟弟了？林父正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听到圆圆的问话后，猛地冲进了屋内，圆圆父女俩紧随其后。娘亲，你要生啦！方才你娘亲羊水破了，已经疼了大概有半炷香的时辰，没有大夫，也找不到产婆，这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严重的症状，县令带着桃源县许多大夫查验，不过半日就都染上了这病，不过1夜之后很快便吐血而亡。在疫病爆发的第2日，桃源县就已经放弃了林家村。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的天道老头呀，你怎么不给我教怎么接生呀？我可以帮忙。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云集。袁彻看见聂云集，沉了沉目光。夜观星象，才知林家村有灾，特来相助。摄政王殿下。袁彻微微颔首。摄政王？林父呆愣愣地跪下。您竟是摄政王？那你们？他就是圆圆的亲生父亲。太好了，太好了！我们2口子不中用，时常让你吃不饱饭。哎呀，这下你认回了亲生父亲，以后顿顿大鱼大肉。太好了，太好了，圆圆终于……娘亲，让我来吧。聂云集念动口诀，指尖轻轻一点，林木周身泛起一道温暖的光芒，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圆圆的脸色缓和了几分，众人皆长吁一口气。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开门，开门！你们是？就是这家夫妻，我昨晚亲眼见过他们接触了隔壁老爷子的尸体，居然一直都没感染，太奇怪了。
林叔叔，你是不是有治疗疫病的药啊？没有。林父记挂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幼子，语气极其敷衍。有的话我早拿出来了。少废话，赶紧给我拿药！都说了没有。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有药一起分嘛，至于这样遮遮掩掩的吗？林父懒得跟这些地痞浪费口舌，转身就要回屋里。去年你做木材生意赚了那么多钱，我说有钱一起赚嘛，你也不告诉我是哪位高人指点。兄弟们气量大，不怪你。可咱们都要死了，你明明有治病的药，为什么不肯拿出来？还是说这次疫病就是你们夫妻传播出来的？你是不是傻的呀？如果真的是我爹爹跟娘亲传染的，那他们早都跑了呀，有必要待在村里等你们发现吗？啊，又是你这个小孤儿，你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作为林家村的村霸，林大壮自然也嘲讽过圆圆，可每次都没从他手里讨到过好处，被一个小丫头片子耍得团团转，之后再也不敢凑上去惹圆圆麻烦。本以为圆圆走了，他就能肆无忌惮来林家找事儿，谁成想又回来了。你为什么不戴布巾蒙住口鼻？你不怕被传染啊？哼，我有什么好害怕的？看，我说什么了啊？你们家肯定有治病的良药，林叔叔，就算我替兄弟们求你了，救救大家吧。哎，我是真没有你说的药啊。那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把药给他呀。他娘身上刚长出一个红斑，现在吃药应该还有救。求您了，林叔，您救救我娘吧。我是真的没有啊，我家里还有事，你们走吧。看见了没？林叔他不是对我林大壮一个人有意见，他是对咱们都有意见。都这么求你了，还不交出药材，见死不救，对吧？我果然没猜错，你就是这种人。你既然见死不救，就休想生儿子。说着就要冲向林母生产的屋子。跑出林家几尺远才停下来喘气。他家里明明就是有古怪，都是同一个村子的，有必要那么无情吗？我有办法能治好村民的疫病。轻轻柔柔的女声在林大壮等人身后响起。她虽然戴着纱巾遮住了下半张脸，但上半张脸美得不可方物。姑娘，你真有办法治疗疫病吗？我叫云罗。他虽垂涎美色，但更在乎云罗能不能治好他们，所以确定般的又问了一遍。诸位借一步说话，你们方才找的林家夫妻就是治疗疫病的关键，他们有高人相助，不惧疫病侵袭，就算是与病人同榻而眠，亦会安然无恙。你长得这么漂亮，肯定不会骗人。我就知道他就是自私自利，不肯拿药出来救村里的人，眼睁睁看村里人都死了，村里的东西就都是他的了，他怎么那么坏呢？云姑娘，那你是不是有办法把药弄出来呢？他们并没有药方。可你刚刚不是说……是因为林家夫妻吃了仙人亲手浇灌的蔬菜，效果堪比千年人参，不止不惧疫病，还能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是真真正正的寿比南山。林大壮屏息，没想到其中竟有奥妙。那还等什么？快些去林叔叔家拔菜呀，这下村民们都有救了。你现在去，只能看到一片光秃秃的菜畦。那么多菜呢，咋就没了？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把延年益寿的秘诀与他人分享吧。林大壮急得团团转。那现在怎么办呢？你不觉得天道不公吗？都是林家村人，凭什么高人就选择了那对夫妻，却没有选择你们这些普通人，害你们承受贫寒与苦楚？你说的仙人？对，就是林家夫妻收养的那个女孩。啊，怪不得自从林家夫妻收养圆圆以后就有如天助。哎，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他们的命可真好啊。是啊，云罗目光带着深刻的恨意和怨毒。他们的命怎么那么好？
而南宫爵的命怎么就那么苦？他那么年轻，从没做过什么坏事，就被那群自诩正义的恶人害死了。天道不公，他只会庇佑自己看重的人。南宫爵也是他的子民，他却见死不救。既然如此，我就要杀光他在乎的所有人。林大壮焦虑无措地来回踱步，思来想去，敲着掌心道：要不咱们去求圆圆吧，虽然我之前得罪过她，但也是小打小闹而已。大家一起生活了那么久，我娘还给过她发糕呢，她肯定不会看着我们等死的。林家小院这边，天空飞来无数的鸟雀，落在林家屋檐，小鸟们在天空盘旋。哇，看来我这个弟弟前途无量呢。你把他想得太高尚了，他若是那么慈悲为怀，早在进入林家村时就应该想办法救人，而不是先去看自己的养父母。他好恨，他找了许久才找到林家村，强行演算圆圆的命格，却什么都算不到。师父曾说，师祖聂云集同天道化身关系匪浅，所以圆圆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天道。所以他在林家村的井水里下了毒。我倒要看看功德无量的天道会如何选择。林家村的村民皆是因你而死，除非你帮我复活南宫爵，不然我绝对不会把解药交出来。林家夫妻吃了能抵挡疫病的蔬菜，只要你们吃了他们的肉，就会治愈。啊，你要我们吃人肉啊？对啊，怎么了？他们对村民见死不救，贡献出来些肉，那也是应当的。那位法术高深的圆圆肯定不会救你们这些外人的，除了吃他们的肉，你们别无选择啊。可是，难道你们就不生气不愤怒吗？云罗循循善诱，明明都是人，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圆圆却选择他们，不肯将福气带给你们。林家夫妻做过什么善事？凭什么有这样的际遇？也没有吧。林叔和林婶儿确实做过很多善事。之前我家屋顶瓦片掉了，就是林叔帮咱们修好的。林婶儿还留我在他家里吃过饭呢。而且是他们收养了圆圆。当年圆圆还是婴儿的时候，在村口那哇哇大哭，本来是我娘先发现的，但是我娘怕养不起孩子，就告诉了林婶儿，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孩子。可能圆圆就是上天补偿给他们的吧。我是嫉妒他们走运，但没办法，那毕竟个人有个人的命嘛。而且林叔林婶儿那是圆圆的爹娘呀，那圆圆的吃喝拉撒都是他们在照顾，先关心自己爹娘，这很正常啊。夫人，你受苦了。我没事，谢谢你们。快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看啊！哇，好渴，怎么是这个样子呀？不对呀，我长得这么可爱，弟弟怎么就那么丑呢？弟弟和娘亲也不难看呢。爹爹还说娘亲年轻的时候有好多男子上门提亲呢。尊上，婴孩刚出世时皆如此模样。啊，我刚出生的时候不会也那么丑。娘亲，圆圆没说弟弟丑。娘亲你怎么啦？丽姐晕了。哦，见娘亲转危为安，圆圆才有心思问聂云集。云集啊，你是专程过来治疗疫病的吗？其实我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呀。我是来为云道山除害的。吃人肉这事儿真不行，畜生才喜欢吃人肉呢。我宁愿死，也不想吃掉和我朝夕相处的村里人。愚蠢！你们都要死了！圆圆和他养父母却无视感染疫病的村民，其乐融融，一家团圆。可你们却还要帮这家自私的人说话，他们有想过你们的死活吗？
怨不得圆圆选择林家夫妻，因为他们够自私，能够替自己争取利益，而你们却只知道记挂所谓的同村之谊，会死也是活该。你长得那么美，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你神经病啊！这疫病又不是林叔林婶传播的，干嘛老是引导我们去怪他呢？刚开始我的确怨恨林叔不把解药交出来，可他说的也是真的，那他真的没解药呀，我干嘛去找他的麻烦？那要找也应该找圆圆啊。我也气林叔不肯带我赚钱，但这些都不至于吃他们的肉吧？我才没你那么变态呢。天爷爷哟，叫我去吃人肉，这女的是恶鬼吧？哪有正常人会提出这种建议的？那万一就是他们传播的呢？那你这么想，那也得有证据吧？所以，你确定不照我说的做吗？搞不来，吃人肉太离谱了，我还是劝你去看看聒噪！本想在林大壮他们吃了林家夫妻的肉后，欣赏圆圆痛苦的神情，让他体会我失去南宫诀时是多么绝望和痛苦。可是这些恶心的凡人一点都不识相，给脸不要脸。哦，原来你也发现了，我早都看见了，他刚刚就在附近，就鬼鬼祟祟的，我都懒得搭理。云道山孽徒多次叨扰尊上，是云集之过。没关系，我经常在肚里面划船。对，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哎，我就是这个意思。聂云集浅浅一笑，婴儿的哭声打破了寂静。弟弟怎么又哭了？应该是饿了。饿了？啊，你等着啊，这些可是我瞒着爹爹偷偷攒下来的，你拿给弟弟吃吧。尊上，刚出生的婴孩没有牙齿，无法吃这些食物。那他要吃什么呀？婴孩得喝奶。奶？哦。圆圆思考片刻，拿来一碗热水，加了2把面粉，试图搅和成白色液体。这个跟奶就差不多，弟弟现在也就这个条件，你就将就着喝吧。哎，怎么变成面团啦？聂云集又叹一口气。正在这时，离开片刻的袁彻端着碗乳白色的液体走了进来。啊，爹爹，我给弟弟的。我也是孩子呀。算了，大孩子要让小孩子，我不能跟弟弟抢吃的。爹爹，娘亲说过，这个要煮开才能喝。圆圆屁颠屁颠跑去厨房烧水，只留聂云集和袁彻站在门前。没想到王爷竟会是尊上的父亲。袁彻有些在意聂云集唤的这句尊上，似乎他很崇敬圆圆。聂云集被忽视也不恼，继续道：王爷是否还在介怀我同昭德帝说过你有同太祖并肩的帝王之相这件事？昭德帝便是袁彻的父亲。昭德帝薨逝后，将皇位传给袁彻的同胞兄长昭明帝。昭明帝体弱多病，在位不过2年便病天。贴身太监颁布遗诏，皇位由袁业继承，袁彻辅政。聂云集问出这句话后，袁彻终于有了反应，他森冷的目光扫过聂云集。国师，你最好闭嘴。聂云集并不惧袁彻的威胁，正准备开口。我的头发！嘿，我最珍贵的头发！袁彻径直去救女儿了。气性还是那么大，跟小时候一样。多谢王爷，还有这位。他看着聂云集满头的银丝，面容却年轻英俊的像20多岁的年轻人，实在辨不出年纪。爹爹，他比你大好几百岁呢，你喊他祖爷爷就行了。林福立时露出惶恐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姓聂。聂公子，不知聂公子家住何方？改日我必定登门道谢。他住在皇宫里面的观天楼，不用道谢也没事的，他太难找了。林父以为自己听错了。观天楼？对呀，云集是大昭的国师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呢？一个摄政王，一个国师，居然
屈尊来我这个小院子给我媳妇儿接生，日后若是抱着孩子出去说孩子的命是摄政王跟国师给的，估计说出去都没人信呐。我们家何德何能呀？据传国师可是有飞升资格的修仙者，老天爷呀，我面前居然站着活生生的半仙呐！多谢国师赐我举手之劳。你们要不留下来吃个饭吧？啊，治疗一病要紧。对。哎呀，你看我这一糊涂，忘了这顶要紧的事儿了。我能帮上忙吗？不必，留在家中照顾妻儿便好。聂云吉说完便走向了村子其他人家。云吉已经辟谷了，是不用吃东西的。屁股？什么屁股？圆圆猜不到养父又在脑补什么。爹爹，我要去帮云吉的忙，你能不能留下来帮我保护娘亲和弟弟呀？好。圆圆这孩子调皮得很，要辛苦王爷多多管教了。哎呀，我这说的什么呢？摄政王才是圆圆的亲生父亲。哎呀，我这也太过自以为是了。虽调皮，但有度。林进士和夫人将他教养得很好，我感激不尽。林夫的眼眶逐渐发热。真是太好了。圆圆离开家时，他和妻子彻夜难眠，生怕圆圆的亲生爹娘对他不好，怕圆圆吃苦。现在看来，圆圆的父亲不仅权势滔天，也是真真正正爱着圆圆的。好香啊！这是什么呀？尊上，这是解药，你不能吃。我知道我不能吃。我又不是个饕餮呢，什么都想吃。我就是闻到好闻的东西，就难免引起食欲嘛。圆圆好奇地凑过去，哪里来的解药啊？有人用云道山的毒，我自然有解药。圆圆离得近，看见了聂云吉手臂抱起的青筋。你生气啦？原来你也会生气啊！那尊贵无比的云落仙子可就惨喽！咦，活过来了耶！救我孙女儿！国师，这位老人家没气儿了。聂云吉的手顿了顿，眼光更加暗淡。在聂云吉替林母接生时，观天楼的小道童们就已经在救人，只是跟不上疫病夺走生命的速度。用不着那么麻烦。指尖泛出一丝灵气，打破葫芦。怎么下雨了？娘亲，这个雨真好闻。是呀，他们好奇地用手接住，雨滴落到皮肤溃烂的地方，竟奇迹般的愈合了。是神迹呢！是神迹啊！神来救我们了，我们终于有救了。是啊，神来救咱们了，真的是神呐！林家村终于有救了。真有你的！躲在暗处的云罗死死抓着手心儿，用力到抠出血来，眼里的恨意十分骇人。还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我费尽心机，冒着被云道山出名的风险偷到毒药，下到井水里，你居然那么轻松就救了这些人！是啊，天道就是了不起，就是厉害，厉害到可以把我跟南宫爵的尊严踩在脚下。我的南宫爵，甚至连转世的资格都被你剥夺了，凭什么林家村的村民有活下去的资格，南宫爵就没有吗？明明都是人呐！天道不公，那我偏要以蝼蚁之躯对抗天道！云罗死死咬着牙朝林家小院走去。若是南宫爵没死，我们也会有这么可爱的孩子。他居然没察觉有人同鬼魅一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可惜。云罗屏气凝神，僵硬地抻着脖子，强装镇定问：可惜什么？
当初没一并将你杀了。你还有胆子提？你怎么敢的呀？我当时都差点跪下来，求你放南宫爵一条生路。我甚至还大度提议你可以将南宫爵收编入军队，让他替大昭冲锋陷阵。可你只顾发泄怒火，完全不以大局为重，跟圆圆一样自私自利。若是你听从我的建议，那么南宫爵现在就是深受大昭百姓敬重的大将军了。你杀的不仅仅是南宫爵，还有我的爱情啊！你有种就直接杀了我，我正好同南宫爵去地府再续前缘。但是你最好做好对云道山众弟子复仇的准备。云罗在云道山是众星捧月的存在，而且你别忘了，我的师祖正是大昭国师。他虽未有资格拜见过师祖，但云道山出来的人都极其护短，师祖肯定也是站在他这边的。虽然师祖拿出解药救林家村人，也不代表师祖在知晓是他下毒后会怪罪。我可是云道山最有天赋的弟子，师祖定会舍不得我。云罗笃定袁彻不敢杀他，就算他是大昭摄政王，也要对修仙之首云道山弟子退避三舍。云罗骤然瞪裂眼睛，视线下移看到了自己被鲜血染红的衣裙，然后才感受到脖子上的剧痛。袁彻像扔垃圾一般将他甩飞出院子。你居然敢杀我！也好，我能和南宫爵团聚了。云罗再次睁开眼睛，什么？我没死？醒了。云罗看向声音来源，聂云吉坐在燃烧的火堆旁。师祖，是您救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就知道，弟子云罗拜谢师祖救命之恩。弟子云罗启禀师祖，大昭摄政王袁彻多次欺辱弟子，还害得弟子心上人永堕地狱，求师祖为弟子报仇，洗刷耻辱。师祖同天道走得近，我不能提及天道。等师祖杀了袁彻，我再在师祖的教导下羽化登仙，那时再灭小天道也不迟。既然圆圆那等自私自利的人能当天道，那么我云罗如此重情，比圆圆更有资格成为天道。到那时，我就能让南宫爵复活，飞升上界，永生永世，再也不分离。聂云吉眼中没有愤怒，也没有喜悦。你想我如何替你复仇？云罗没想到师祖如此厚待他，竟会主动询问。师祖贵为国师，或许能告知圣上，摄政王的存在会影响大昭的江山社稷，并且其包藏祸心，意图篡位，迟早会危及到圣上的皇位啊！如此，圣上定会对摄政王动手，殊知两败俱伤，咱们再坐收渔翁之利。我就不信师祖在国师的位子上待了几百年，会对那个位子不感兴趣。师祖不肯飞升，定是也想尝尝龙椅的滋味吧。你想的倒是好。云罗狂喜，就听他缓缓出声：为何要在林家村下毒？仿佛一桶凉水兜头浇下。这只是一个试验，弟子只是想看看凡人在生死关头是否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想到他们感染疫病之后，都只想着自己或者家人是否能活命，对朝夕相处的同村之人毫无关切可言呐。弟子本想在合适的时机下将解药拿出来，可这些刁民自私残暴，冷血刻薄，他们活在世上反而荼毒生灵，不如送他们入土，也算是为民除害了。聂云吉颔首，云罗正欲在同他商讨向袁彻复仇之事，聂云吉却缓缓抬手，云罗紧接着不受控制扑空而起。师祖，您这是作何？聂云吉来来回回说了无数次，是做。我实在惊奇，你的脑子是个什么构造？要不要挖开看看？
不过才几个时辰，死亡的恐惧再次笼罩在云罗头顶，但这次比方才还要恐怖。袁彻尚且能给他个痛快，聂云吉显然是准备折磨他生不如死。原来这就是他复活自己的原因。师祖，你如此待弟子，师父可知晓？不知。因为他早就免去云罗师傅的掌门之位，罚他100年冰牢刑罚。当初为云罗求情的那些孽徒，也都已被抽去灵力，沦为废人，驱逐出云道山。云罗如今是真真正正的孤立无援，但他不打算告诉云罗，怀揣着希望却一次次失落，生理和心理上一起受到折磨，岂不更加绝望？果然，云罗死水微澜的眼中爆发出一阵希冀。师父定会为我讨回公道。你不如先思考当如何自保。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只要我撑下来，等到师父来救我便好。师父肯定会来救我的。他醒啦！你逗我干嘛？是我把你救活的哟，还不快谢谢我？云罗一直以为是聂云吉救的他，现在想想，聂云吉还未飞升，没有复活一条生命这么大的能力。你为何要救我？难不成他是知错了，在复活我之后，复活南宫诀，让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要是如此，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你。那你想多了，复活你当然是为了拆散你跟南宫诀呀。你想想啊，男方必须一直待在18层地狱受苦，而女方呢，想死都死不了，心中都在思念彼此，见一面都见不上，这是多么凄惨的爱情故事呀！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南宫诀的话，那我就偏偏不让你如愿呗。你伤害我爹娘还有村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个可能的吧？怎么又越活越蠢了呢？云罗恨得双眼赤红，瞪着圆圆。难道就因为你是天道，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对啊，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哦，很爽的。可惜你体验不到。再厉害有什么用？那些村民还不是受了你的连累，得病去世了。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我都能复活你了，难道我就不能复活别人吗？7日之内死去的人都能复生，所以你下毒这个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疯了！复生那么多人，岂不是违背了3界法则，引得地府大乱？你说的也是啊，可是3界法则也是我制定的呀。更主要的是，村民不是自然死亡，他们命中本就不该死，所以有复生的资格。不过云罗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为什么南宫诀不能复生？求你让南宫诀回来好不好？只要南宫诀能回来，我当牛做马也在所不惜啊！给我当牛做马？你想得美呢！你知道有多少神仙排队想当我的坐骑吗？你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呢。他拖着一把骨残的身子，颤颤巍巍朝圆圆跪下，求求尊上，我可以向因我而死的村民赔罪，南宫诀所杀冤魂的恨意也由我来承受，我会尽我所能弥补他们的家人。你弥补？你身上有什么值得他们稀罕的？我有灵石，还有符纸，还有术法秘籍。咦，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你的那些术法秘籍还不如换2个红薯呢。那他们就算是要我的命，我也认了。你别装了，你真是想要我做南宫诀，你才反省的。你把我当笨蛋，可惜我很聪明。要是南宫诀没死，你才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肯定想，哇哦，南宫诀这个讨厌鬼，为了见我一面，杀那么多的人，真的好过分哦。不过他这个样子好帅，我好喜欢呢，怎么办？再看看他能为我做到什么程度吧。咦，居然全杀了！原来在他眼里，我真的那么重要啊！有点感动怎么办呢？那就出去见见他好了。
不过我可不会那么快妥协，我就想他一直追着我。圆圆收起自己的脑补，反正这2个电公电婆就把无辜的村民当成他们伟大爱情的牺牲品了。你要如何才能信我？圆圆今天说的话已经够多了，无暇再跟他掰扯。小天道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林家村村民的魂魄全部送回来了。黑白无常恭恭敬敬地向圆圆行礼。做得很好。小天道若是没事儿，那我们就先退下了。2位大人，求求你们，让我见南宫爵一面。小天道是绝对不会允许南宫爵复生了，他现在只想见见南宫爵，跟他说声对不起，辜负了他的心意。他其实最爱的只有他一个人。南宫啊，你说那个重点看管的魂魄南宫爵呀？对，就是他。他成亲了。他成亲了，我还去喝了他的喜酒呢。什么？你说什么？嘿，你长得同南宫爵的新婚妻子还有些相似呢。这眼睛和鼻子啊，越看越像。咦，你在地府的心上人居然那么快就找到你的替身啦！我不信，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南宫爵那么爱我，他怎么可能会和其他女人成亲呢？嘿，我骗你干啥？白无常在宽袖里掏啊掏。那这就是他们的请柬。对，这是南宫爵的亲笔字迹。南宫爵与云部缔结良缘，诚邀白无常阁下光临。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哇，名字居然也那么像。你叫云罗，他叫云补，你们2个连起来刚好能凑一根萝卜。这些日子我给南宫爵烧了许多纸钱。那你更惨了，心上人拿着你的钱养媳妇儿，你反而还名不正言不顺，比我刚刚讲的那个爱情故事还要凄惨呢。那我做这些为了什么？我算什么？你算个笑话。他把我当成什么了？他把你当傻子。这个女的怎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咱们还是走吧。走吧走吧，我可不想被疯子缠上。云罗终于冷静下来，用手抹掉眼泪，跪倒在了聂云吉面前。师祖，弟子顿悟，弟子不该因一个男人伤害那么多人。弟子愿回云道山修行，终生不出山门一步。下毒之事就如此算了。小天道不是已经将那些村民复生了吗？他的确对不起无辜的村民，不过他们既然都复活了，那就不关他的事儿了吧。你这说的好像是我给你惹的祸擦屁股一样，这是两码事啊。村民复活了，又不代表你的罪就那么抵消了。他也想得太美了吧，害了那么多人还想回去修行，谁给他的底气呀？那你们待如何？我方才受的惩罚已经够多了，一身骨头差点断了不说，我心上人还另娶他人，还有谁会比我惨呢？聂云吉点了他的穴道，让他张开嘴，将一颗丹药塞进他嘴里咽下去，